身边有个朋友，感情上遇到些波折。这哥们儿啊，咱们就叫他 Kevin 吧。大家应该都认识一两个这个英文名叫 Kevin 的发型师啊。Kevin 啊，跟我年纪相仿，说实话也不小了，但他这不忘初心。近年来啊，一直在追求一个他很久之前这小男生时代啊就追求过的姑娘。听着设定这希望就不太大，但照 Kevin 话讲，这就是真爱，没有招儿。所以这老房子着火啊，这烧起来没救。Kevin 忙的也是特别热乎，这天天嘘寒问暖啊，这没事就送点这送点那。姑娘那边呢也礼貌答谢，但同时啊也保持距离，搞得 Kevin 有点这不知所措，这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直到最近啊，姑娘过生日发了个微博，这个微博的内容啊就比较模板了，基本上就是一些这个花和礼物的照片，再加上自拍。配文啊，大概就是说啊，这生日收到这些发好开心。他这个生日看起来确实很开心，但这 Kevin 一看啊，心凉半截，说啊，原来这个姑娘这么多人追呢。再一看，彻底凉透了，就发现照片里啊，就没有他送的任何东西，并且啊，姑娘这次可能确实这个生日啊，这个物流交接比较繁忙，真的把 Kevin 忘记了。这头一次 Kevin 连那句礼貌的答谢啊都没有等来，这比爱而不得更痛苦的呀，就是心甘情愿的想要当人家一条鱼，结果人家鱼塘里还没有他的编制。这件事情啊，这 Kevin 是当这个玩笑跟我讲的，我在微信里回着我说哈哈哈哈哈哈，但同时呢，我内心啊竟也有些酸楚，因为我想这种事儿啊，不管谁遇到都难免会有点难受。在这里啊，我也祝 Kevin 早点走出来。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件事就很有意思了。Kevin 的故事很精髓地代表了在基因的主导下，人类求偶时两性截然相反的策略。今天啊，咱们就通过自然界的例子来聊一聊这两种策略的博弈。首先，我需要引用一个概念，它来自于《自私的基因》，作者是理查德·道金斯。老李啊，在这本书里强调了一个生存机器的概念，也就是说，生物包括我们人类，其实都像机器人一样，在基因编辑好了的程式，也就是生物的本能驱使下行动。而基因呢，它就只有一个爱好，那就是复制自己。所以你看，生物们啊，也都热爱繁衍。但生育这件事情啊，是需要成本的，这包括物质上的资源，这个吃的喝的，也包括付出的时间、花的力气。假想在几十万年前啊，那时候人属物种们大多还都住在山洞里，一个男性为了繁殖下一代，唯一必须要付出的成本是什么？科学研究表明，平均下来也就是5分钟多一点，再消耗一点卡路里就完事儿了。而女性呢，这必要成本可就大太多了。10月怀胎辛苦不说，这到最后分娩的时候还要冒着生命危险。这男女在这生育成本上的巨大差异啊，也就导致了求偶行为的差别。因为基因的本性啊，它是自私的，而这种自私呢，它是双向的，也就是说，有性生殖里两性的基因在策略上会相互制衡，同时进化的压力呢，又会让两边的成本达到一种平衡和稳态。老李在书中把它叫做 ESS。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， 在这里呢，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一种等价交换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物种里，如果雄性的生育成本远远低于雌性，那雄性的基因啊，就必定会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。这种代价的形式有很多啊，其中之一就是求偶成本，也就是说，在求偶阶段，雌性扮演的是一个防守者的角色，相比雄性，雌性挑选配偶的门槛啊会更高，而雄性为了达到那个门槛而付出的代价呢？为了方便起见，我们统一把它叫做求偶成本。像 Kevin 这种付出了时间、精力、资源，到最后却血本无归的例子啊，在大自然中啊也屡见不鲜，只是方式各不相同。今天说两种常见的。第一种呢，在群居的哺乳类动物中比较常见，那就是一夫多妻制。可能有人觉得一夫多妻制，这不还便宜了那帮臭男人吗？其实并不是啊，这一夫多妻制意味着大部分雄性是没有交配权的。以海象为例，4%的雄性个体完成了种群88%的交配，绝大多数的雄海象一辈子都是处男。除此之外，这一到发情期还要被揍得鼻青脸肿。其实被打也就算了，大多数雄性海象的基因得不到遗传，这对基因来说成本才是最大的。但对雌性海象来说，能打赢的海象也就证明了基因的优秀，所以也是一个不错的择偶选择。还有一种方式呢，就是求偶阶段，雌性呢要对雄性进行考察，比如园丁鸟，这公鸟要想有对象，先得盖个小凉亭，这雌性啊还要过来检查检查，说你这亭子搭的咋样啊？
不好还不行，还有极乐鸟，这所有的公鸟都要有才艺，见了雌性啊，就像见到了这个选秀评委，咔咔一顿跳，这巴不得有家室。所以你想想，这些公鸟啊，就是平日里除了觅食，还有一天到晚的盖房子、练跳舞，都不容易啊。这些啊，都是自然界中雄性求偶成本比较典型的体现。说回到人类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是现代文明社会了，一夫一妻制，我们讲究法治，崇尚道德，基因的本能啊，早就不是我们行为的唯一准则了。但是呢，刚刚提到了这两种模式，仍然可以在人类社会中啊看到些许影子。比如现在啊，一个男生如果基因特别的优秀，当然了，这种优秀最好是能看得出来的那种啊。比如你特别帅，那有可能你什么都不用干，这网上就有姑娘喊你老公。但如果这个天赋点啊没有点在外形上，这一般男生要想结婚，现在是不是怎么着都得有套房？或者就得是有才艺，能把这姑娘哄得特别高兴。所以你看啊，虽然我们人类比起其他动物相对而言比较特殊，我们的大脑很善于思考，但大脑呢，终究也是由基因设计的，特别是在求偶这种人生中很本能的环节，好恶与行为呢，很大部分都是由基因决定的。不过在求偶过程中啊，并不是所有的基因啊都会守规矩，总会有基因呢想要打破这种平衡，以让配偶付出更多为代价呢，来节省自己的成本。我们通常把这种剥削配偶的行为呢，称作渣男或者渣女，但同时呢，自然界中一夫一妻制、厮守终身的物种呢也不少。所以说，对配偶的忠诚，在进化上也一定是有它的优势的。下一期咱们就聊一聊自私的基因在渣男渣女中不同的体现，以及在这个求偶的修罗场里，忠诚老实的善男信女们又是如何突出重围，成为主流的。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，感谢收看，我是商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